当地时间周五，美国白宫发布了新版印太战略报告，处处针对中国，宣称将投入更多外交和安全资源，加强在印太地区的所谓掌控力。该报告还多次提及台海议题，声称支持所谓的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外界注意到，与以往稍有不同的是，这份报告将台湾问题视为一个更广泛的区域稳定问题。这份拜登上任以来的首份美国印太战略报告，全长12页。报告开篇便点明，中国正在将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结合在一起，同时寻求在印太地区建立所谓势力范围。美国及其伙伴将寻求通过一个牢固的、互相加强的联盟框架，以打造一个所谓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报告列出了未来美国在该地区的5大战略目标，推进自由开放印太地区，在区域内外建立联系，推动区域繁荣，加强印太安全，以及建立区域抵抗包括气候变迁、新冠病毒等超越国界威胁的能力。为实现这些目标，拜登政府将在未来1到2年内开展10项核心工作，其中包括支持印度的持续崛起和地区领导地位，加强美日韩3边合作，扩大在太平洋诸岛的影响力，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兑现对4方安全对话承诺等。此外，美国还将扩大海岸警卫队在南亚、东南亚与太平洋的存在与合作。一个优化它的联盟和伙伴关系网络，还有一个就是将前期美国在对华战略竞争中间重视不足的地方进行一个弥补。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加强在相关区域经济架构构建方面的这种努力，使得中国的区域影响力进一步的去压缩，而美国的相关的利益和战略关注进一步的凸显。实际上，早在2019年6月，美国国防部就曾发布印太战略报告，这是美国首次以国防部名义推出印太战略系统论述。报告在谈及中国时，一方面把和中国的经济关系同对中国的安全防范直接挂钩，另一方面，报告展示出美国准备加大用台海问题牵制中国的力度，而拜登政府推出的新版报告更是增加了打台湾牌的力度。报告宣称，美国将与区域内外伙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包括所谓支持台湾自卫能力等等。不过，报告也特别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对此，有分析指出，这份报告提到台湾的方式与以往相比更加耐人寻味，那就是将台海议题纳入到一个更广泛的区域稳定问题来看待。台海问题实际上是美国整个的印太战略中间的关键环节，继续唆使他的盟国加强跟台湾之间官方联系这些努力看起来美方还会继续的去推，目标是恶化中国内外发展的环境。拜登政府的新版印太战略报告让岛内部分台独分子欢欣鼓舞，甚至有绿媒将其解读为美国愿意武力护台。不过，也有岛内媒体清醒地指出，把台湾捆绑在美国所谓印太战略的战车上，与民进党当局相互利用，不过是拉着台湾当炮灰而已。美国向来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如今给蔡当局那么多的承诺，到时候能否实现还是个未知数。曾在特朗普执政时期负责草拟印太战略的美国前白宫国安顾问麦克马斯特日前接受台媒专访时，被问到基于这个报告，美方在所谓协防台湾问题上是否会延续战略模糊，麦克马斯特的回应意味深长。 I think we ought to be confident. Why change something if it's working, right? I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not know, right? Was the United States going to intervene? 除了继续炒作台湾话题，这份报告还强调了美国与太平洋岛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声称未来将会提升与太平洋岛屿国家进行军事准入谈判的优先级，还要加强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太平洋地区的存在。而就在报告发表的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展开对斐济的访问，这是自1985年以来美国国务卿首次访问这一太平洋岛国。除了与斐济总理举行会晤，商讨加强双边关系外，布林肯还将与18个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举行视讯会议，借此显示继续加强其在印太地区的存在。美国始终坚持的认为它不是域外国家，它要在印太区域或者西太平洋区域以一个主导国家的自身定位
推进各相关的规划。印太区域，尤其是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这种海洋秩序构建中间，推出更强有力的这种举措。值得注意的是，布林肯抵达斐济后，随即宣布将重开所罗门群岛大使馆。美国在1993年关闭了在所罗门群岛首都蒙尼亚拉的大使馆，只在该国保留领事服务。该国总理索加瓦雷表示，骚乱得到了外部势力的支持，目的是干涉该国2年前与台当局断交并与中国大陆建交的决定，但他不想点出外部势力是谁。从外交和军事以及经济各维度而言，美国都想让太平洋区域的国家纳入到美国设定的战略规划的轨道之中，是带有非常强的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的。